大家好，家里有面粉，不要再烙饼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水煎包好吃又简单的家常做法，以及它的和面技巧和详细配方，新手也能一看就会哦。做法简单，好吃又美味。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把长豆，洗干净之后放到案板上面改刀，给它切成小丁。长豆切好之后装入盘中。接下来，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，加入1勺食用盐，少许的食用油护色。把切好的豆角丁给它放进来焯一下水，焯个1分钟之后，把豆角焯至变色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给它捞出控水。豆角焯好水之后，我们给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，我们准备5块钱的肉馅，加入3克的食用盐，先用筷子充分给它搅拌均匀。加入食用盐，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肉馅快速上劲儿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往里面加入适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五香粉适量，少许的鸡精提鲜，适量的白糖，蚝油适量，一品鲜酱油适量，再加入50克的葱姜水，然后用筷子朝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均匀。我们一直给它搅拌至像视频中这样，用筷子挑起来，肉馅不散，粘在筷子上面。像这样就说明打上劲了。接着把我们焯过水的豆角给它放进来，再淋入适量的小磨香油，再次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。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的馅料部分就调好了。调好之后，先不要着急包，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，放到冰箱给它冷藏20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个量杯，加入190克30度左右的温水，加入3克的酵母，加入3克的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再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开，搅至白糖和酵母粉完全溶解。然后再分少量多次的倒在300克的普通面粉里面。做水煎包的面，我们一定要给它和软一点，这样吃起来才够蓬松暄软。全部搅成絮状之后，再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油。接着我们下手给它揉成面团，加入食用油，这样可以使我们做出来的水煎包表皮更加的酥脆，而且在和面的时候它不容易粘手。最后我们给它揉成一个稍微偏软的面团，像这样就可以了，不需要醒面，直接给它取出来，放到案板上面继续给它揉，一直给它揉匀揉光，就像洗衣服一样，上下来回给它搓。我们给它揉了3七28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团特别的光滑细腻啊，像这样就可以了，直接给它搓成长条。然后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，取出一个剂子出来，放到案板上面稍微给它整理一下，整理成一个圆形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用个擀面杖给它擀成一个边缘薄中间厚的大包子皮，放上一份我们调好的馅料，然后两边给它对折过来，从一头慢慢的给它捏起来。这个形状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定。全部捏好之后，再给它来回捏几下，然后从一边就像这样一层这一层给它捏个花边。再放到案板上面给它竖起来。好啦，像这样一个水煎包的生胚就做好了。所有的水煎包生坯全部做好之后，给它均匀的码放到一个案板上面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不粘锅，往里面淋入适量的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都可以的。提前把锅给它预热，然后关火。接着把我们做好的水煎包的生胚均匀的给它码放到里面。放的时候2个生胚之间给它留够足够的空间，这样在醒发的过程中它不易粘连。好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，开小火给它煎个1分钟，把底部给它煎至金黄。1分钟之后，我们把底部给它煎至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水淀粉，水的量没过生坯的1/3，埋住底部就可以了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全程开小火给它煎，直至把里面的水分给它收干。
时间大约是5到8分钟。做水煎包的时候，大家切记一定要选择这种玻璃盖，因为玻璃盖能清楚的看到里面水的情况。好，时间到，关火。关火之后，先不要着急打开锅盖，放在这里再给它焖个1到2分钟，这样可以防止我们的水煎包不塌陷不回缩。打开盖子的时候不要一次性打开，我们要先轻轻的给它放一下气，预防里面的水煎包遇到外面的冷空气塌陷回缩。等气放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把盖子迅速给它拿开。哇，非常的漂亮啊！大家看一下，特别的蓬松又暄软呀，个个都是雪白雪白的。好啦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上面给它扣上一个大点的盘子，我们给它倒扣过来。哇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，金黄金黄的。好啦，像这样我们的水煎包就制作完成了，端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啦。我们拿一个让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底部颜色金黄酥脆，上面的冰花也是非常的漂亮。听一下这个声音，内里非常的松软，一点也不塌陷哦。我们掰开来看一下里面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里面的肉馅鲜嫩又多汁，先来替大家尝一下。哇，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！馅料鲜香微美，表皮非常的蓬松又暄软，底部焦香酥脆，尝上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呀！每次水煎包这样做，就连挑食的孩子都是抢着吃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不需要发面，特别的省时又省力。学会了水煎包的这个做法，我们再也不用去外面买了。关键是自己在家做的，干净卫生，安全零添加。喜欢吃水煎包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，试试这个方法哟。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做，新手也能一次成功呀。好啦，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大家若感觉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帮忙评论转发支持一下吧。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